这又是一台阿素斯华硕的迷你主机，机身小巧，装置的是 AMD AI300 系列处理器，指纹识别、视频 4K 高刷显示、WiFi 7，免工具安装配件。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Ryzen AI7 350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阿素斯华硕破晓 X PM54。直接来看 AI7 350和8845HS 的对比，虽然都是8核16线程，350用的是 Zen 5加 Zen 5C 的大小核混合机制，8845HS 使用的是8个Zen 4大核。350的核显是 860M， 架构与核显频率都比 780M 核显高一档，但是核心数只有8个，少于 780M 核显的12个。NPU 好像比 780M 核显强很多，虽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使用方法。在我们测试的阿素斯华硕迷你主机中，华硕 NUC 15 Pro 装置的是英特尔最新一代 Ultra 200系列 CPU， 而咱们这台 PM54 装置的是 AMD 最新一代 AI300 系列 CPU。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华硕迷你小主机呢？是英特尔血统的华硕 NUC， 还是 AMD CPU 的华硕 PM54？ 华硕 PM54 装置 AMD Ryzen AI7 350 8核16线程的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860M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2280的 M.2 PCIe 4.0 NVMe 接口，视频显示输出 2.5G 网卡加 WiFi 7。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 DC 电源20伏6安，一共120瓦功率。拿起小主机，深空黑色塑料外壳，顶盖右下角是指纹识别模块。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口，双 USB 3.2 进 2A 口， USB 3.2 进 2C 口，Windows 下专用的 Copilot 按键。后面板能够 PD 和 DB 显示信号一线通的 USB 4接口， DP 1.4 接口，又一个 DP 1.4 接口， 2.5G 网络接口， USB 2.0 接口， USB 3.2 进 2A 口， HDMI 2.1 接口，19伏电源接口。后部双侧和底部都有通风口。对于华硕迷你主机来说，我们很容易就能徒手取下底盖。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底盖上有2片 NVMe 的散热胶垫，屏蔽照下双通道的 DDR5 内存接口，5600兆赫兹，2组2280的 PCIe 4.0 X4 的 NVMe 接口。这里是 MT7925 WiFi 7无线网卡，注意啊，它没有堆叠，确实值得我们一个好评啊。我们拿到的是准系统，给它装上2条英瑞达 DDR5 5600兆赫兹内存，装上1条2T 容量的爱国者 7000Z NVMe SSD。安装期间没有使用螺丝刀的机会，这优秀的易用性也值得一个好评吧。进入 BIOS， 顶部显示了 CPU 是 AI7 350， 内存 32G。 这里可以设置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Minimum 是不设置专用显存， Medium 是 8G， High 最大是 16G。 这里本来是设置性能释放，但我们修改后保存，它又回到了标准模式。这是54瓦到4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今天就用它来测试吧。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启，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开始跑在54瓦，5分30秒后下滑到40瓦，此时整机功耗跑到了71瓦左右， CPU 频率运行在 3.9 GHz， 在单烤了45分钟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40瓦，
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97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3度。我们首先使用华硕 PN54的主机的 AI7 350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19秒，共计619秒。619秒的成绩算不错的，超过了大部分的 7840HS， 和我们测试过的华硕 NUC 15 Pro 的 Ultra 225H 差不多。CPU Z 多线程 6887.8， 单线程 786.5，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很多的 7840HS， 单线程超过了所有 780M 核线的 CPU。Geekbench 5多核 12211， 单核2111，多核成绩接近 8845HS， 单核成绩超过了所有 780M 核线的 CPU。Geekbench 6多核 13868， 单核2894，多核成绩超过了所有 780M 核线 CPU， 包括 8845HS， 单核成绩也超过了它们。Cinebench R23多核 17115， 单核1911，多核成绩上了17000分，接近了最好的 780M 核线 CPU， 单核成绩远远领先 780M 核线 CPU。Cinebench 2024多核918，单核117，多核成绩超过了大部分 7840HS， 单核超过了所有 780M 核线 CPU。Passmark 多线程 29166， 单线程4178，多线程和 7840HS 差不多，单线程超过了 780M 核线的 CPU。综合来看，目前这台华硕 PN54 AI7 350 CPU 的多线程性能，相比在 780M 核线中算靠前的，比 AMD 7840HS 强，接近 8845HS。接着跑娱乐大师，总分1476104， CPU 得分879716。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帧，复杂场景60多到70帧。安全时转向。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70多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征战平均10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50多帧。赛博朋克2077 1080P 低画质没开光追，跑性能测试50帧。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性能测试平均帧38帧。黑神话悟空使用游戏中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采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平均58帧每秒。实战一下。
这就是 Radeon 86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98.8 度 ，SSD 最高45度。看一下 3D Mark 图形得分 ，TimeSpy 2802，FileStreak 7399，StillLumen Light 18.35 FPS， 稳定度 99.2%通过。我们把 3D Mark 的数据做成图表，350的各项成绩接近 780M 核显 CPU 的末尾，但比 760M 核显高一些。跑 Llama 3.1 8B 大模型还是探测车编程，跑到了 15.08 token 每秒，超过了我们目前测试的所有 780M 核显 CPU 的最好成绩，也超过了部分的 HX370。大模型翻译输出测试结果是28 token 每秒，和 780M 核显小主机差不多，也是可用的状态。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120Hz 8位 YCbCR 444的显示信号输出 ，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USB 4和 DP 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显示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120Hz 8位 YCbCR 444的显示信号。Radeon 86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最高能硬解本地 8K60 AV 视频。YouTuber 8K60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我自己安装的 NVMe 硬盘测试7100兆比每秒，最佳的 PCIe 4.0x4 的存储读写能力 ，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WiFi 测试 MediaTek MT7925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85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螃蟹 2.5G 网卡，我们使用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华硕 PN54 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AI7 350 CPU， 54到40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91瓦，待机最高功耗 6.5 瓦。按上面这些结果，120瓦的 DC 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8.9 度 ，SSD 待机温度41度。这台小主机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1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接近40分贝，可以算安静吧。华硕 PN54 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非常不错。要知道，华硕 NUC 15 Pro 的小主机那是做不到的。华硕 PN54 迷你电脑装置了8核16线程的350 CPU， 54到40瓦的性能释放。CPU 多核性能相比 780M 核显，可以在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中性能靠前，它超过了 7840HS， 接近 8845HS。这台小主机的接口算是不错的水平，它有4个高刷显示接口，双2280的 PCIe 4.0x4 的 NVMe，USB 4接口可以和 PD 和 DP 一线通，最高可以适配双 2.5G 板载网卡，还有无线网卡不堆叠，并且所有配件安装都免工具，易用性拉满了。对了，它也是有机身喇叭的。好，我是老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还有指纹识别，安全性也给足了。各方面来看，这是一台很优秀的旗舰迷你电脑。缺点吗？我认为是这块350 CPU 还不足以替代 8845HS， 毕竟核显的核心数只有8个，少于 8845HS 的12个。总结一下，54到40瓦的性能释放下，它是一台性能不错的 AMD Ryzen AI7 核显小主机，散热稳定，静音优秀，接口兼容性也很优秀，似乎补足了华硕 NUC 15 Pro 的各项短板。这是一台设计做工、散热、静音、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
作为华硕商用和消费级的旗舰产品，我认为它做到了完美的兼顾。我们对这台华硕 PN54小主机给出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